人头一次去5星级饭店吃饭，可刚坐下来，周围的环境就让他感觉格格不入。面对盘中的生牛肉，更是心生畏惧。但为了不辜负男人的好意，他还是鼓足勇气，决定浅尝一口。可当他听到30美元的天价时，不禁感到震惊不已。作为回报，他也邀请男人来到了自己最爱的迪厅，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却让男人略显局促不安，甚至婉拒了女人的共舞邀请。可当他看着舞台上妖娆的女人，虽面无表情，实则心中却已暗起涟漪。与此同时，当女人看见台下他略显孤寂的身影，他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场狂欢。而此刻，男人的心中已悄然酝酿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回到家后，他放起了一曲深情的情歌，情感涌动间，他向茱莉亚发出了共舞的邀请。在浪漫音律的环绕下，两人缓缓步入舞池。随着舞步的贴近，两颗寂寞的心悄然靠近。然而就在情感即将升华的关键时刻，茱莉亚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，随即结束了舞蹈。正当气氛略显尴尬之际，没曾想维克多却话锋一转，竟说自己已顺利完成治疗，并兴奋地提出共同旅游的想法。眼见自己的说辞并不能让茱莉亚信任，于是他转而以学术研究与康复需求为由，诚恳地请求她的同意。为了缓解茱莉亚心中的顾虑，他承诺签署一份死亡免责协议。看着维克多真挚的眼神，茱莉亚终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于是第二天，两人便踏上了旅途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场旅行将拉开两人浪漫爱情的序幕。随后他们挑选了一处临海小屋，满心欢喜地安顿了下来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颗心在共度的时光中日益靠近。为了融入当地的生活，茱莉亚会在闲暇之余带着维克多去当地的酒吧。当有人质疑维克多的光头时，他总会第一时间为他解围。这天夜晚，由于维克多在陌生的环境中无法入睡，他深思熟虑后还是敲响了茱莉亚的房门。没曾想茱莉亚并没有拒绝。自此以后，维克多的身体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连头发也悄悄生长。与此同时，当他察觉到茱莉亚对艺术的渴望时，于是特意为她量身定制了学习计划，亲自担任起她的艺术导师。日复一日，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交织成一幅幅温馨的画面，情愫在不经意间悄然生长。随着维克多身体的康复，茱莉亚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可对于一直领取维克多薪水的他而言，内心的愧疚感日益加深。于是他决定次日离开。然而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维克多心痛不已。当天夜晚，他再次来到了茱莉亚的房间，而这次他以行动代替语言。情到深处时，两人吻向了彼此。然而也是这一吻，让两人相处方式彻底发生了改变。随后他们开始了各自的摊牌。原来茱莉亚并非什么协会的副会长，而是遭遇情感背叛的可怜人，而维克多也是在病重时被前女友抛弃。共同的遭遇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。自此以后，他们以情侣的身份共同生活。维克多无需再支付工资，茱莉亚也不必再勉强接受那些枯燥的艺术课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尽情地享受情侣的快乐生活。在黄昏的海岸线，你追我赶；在落日的余晖中深情拥吻。夜幕降临，邻居的造访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本以为那朴素的黑白电视难入维克多的法眼，没曾想一个头脑风暴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自此，这档节目成为了他们共享欢乐的源泉。维克多那滑稽的表情总能让茱莉亚哈哈大笑。第二天，他们接受了好友的邀请前去做客。吃饭期间，维克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庄园的迷宫深深吸引。接下来从女主人的口中得知，能成功的人少之又少，这更激发了他的强烈好奇心。可理智却告诉他要适可而止。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当他们逛超市时，茱莉亚敏锐地察觉到了维克多脸上细密的汗珠。这一刻，他似乎猜测到了什么，但紧接着维克多却用言语化解了他的疑虑。当天晚上，待茱莉亚安然入睡后，维克多偷偷来到了卫生间。此刻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症状又有所恶化，可他却说服自己这只是感冒而已。次日，他们再次受邀到朋友家中做客，而这次他们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。谁知维克多竟说出了令人心酸的话。My future is something short but difficult. 此言一出，茱莉亚的脸上不禁掠过一抹惊愕与担忧。可就在这气氛逐渐凝固之际，维克多却话锋一转，宣布自己即将挑战迷宫的冒险之旅。殊不知，这差一点让他的病情暴露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，茱莉亚因担忧而闯入迷宫寻找维克多，而此时的维克多因体力不支而突然倒地。当他听见茱莉亚撕心裂肺的呼喊，即便难以站立，但他仍然提醒着自己要时刻保持清醒，因为他不想让茱莉亚发现自己的谎言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拼尽全力出现在茱莉亚面前，最终消除了他的顾虑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夜晚维克多怪异的行为再次引起了茱莉亚的怀疑，可他却试图以嘲讽茱莉亚的过去来转移话题，没曾想却适得其反。话音刚落，茱莉亚便失望的离去。而此时的维克多深感懊悔，不过幸运的是，在他的诚恳道歉下，最后赢得了茱莉亚的原谅。转眼间，圣诞节悄然而至。出于对维克多的深切关怀，茱莉亚温柔地提醒他勿忘与父亲联络。不料这一举动却意外触动了维克多的心弦。茱莉亚见状，只能默默地转身离去。随后，当维克多得知茱莉亚邀请朋友前来共进晚餐时，心中却异常的紧张。